米很好吃，但是日本人吃不起白米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呢？今天带你快来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治愈，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日本。你说日本怎么啦？日本好得很啊，不是走出了失落的30年，接下来要开展的是黄金的80、90，黄金10年，不知道。那但是呢，一切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。但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再来看看日本啊，今年应该是多事之秋啊，而且呢，今年的这日本首相石破茂应该会觉得，我不是要迎来黄金年代吗？我怎么还在处理那1、2、3、4的事情呢？什么是1、2、3、4哦？好，我们先来看看经济数据，你就说，哎呀，它应该一切向好。我们来看日本呢，它已经在通缩年代啊过了很久，缩衣节食的生活，好不容易走出来，它希望可以通膨。那通膨呢？这个我们看日本政府给的目标，希望2%嘛，对吧？美国呢是希望把它压在2%以内，但是呢，日本说我要在2%以上，而且我要站得稳稳的。才让我的日本的经济可以蓬勃发展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它到底有没有办到。其实呢，日本政府已经办到了好长一段时间了，但是呢，最近办到了之后，它那个通膨啊，要不要稍微的想想办法抑制一下？也好像出现另外一个问题。好，我们来看4月份它公布的核心 CPI 是3.5%。你说哦，对呀，它要在2以上，3.5很不错。然后你看到持续率嘛，日本政府说它要持续一段时间，确保它的经济是在往通膨方向走嘛，不要再通缩了。它持续多久？它已经连续37个月站在2%以上，那 OK 啊，很不错，对吧？但问题是啊，有样东西啊涨得太快，涨得太高，现在日本政府有一点没办法了。什么东西？白米，你就说了，这石破茂一定觉得天哪，现在是江户时代嘛，都已经这个什么时代的事情，现在要搞的是 AI， 要搞半导体。我还在处理那个到底田里面有没有种出白米的问题啊？好，你知道白米有多贵吗？它的白米啊，居然是比去年同期要整整涨了98%，那是翻倍的意思哦。过去呢，他们到这个日本就说日本米好好吃哦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曾几何时买不到米超市架上都说你限购1包，而且那1包呢比去年的1包要贵上1倍，所以呢，现在可以说是民怨四起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大家给它一个封号，叫做令和米骚动。令和是现在天皇的一个它的一个年代的名分嘛啊，令和时代的米骚动。好，那其实呢，这个米荒从去年就开始，2024年大概年中间的中左右，那个米就越来越贵，而且这个超市架上买不到，然后大家都在说，那米到哪里去了，对吧？哈，那到了这个2024年年底，好，政府就出来了。你知道像东南亚国家很有意思啊，像其他世界上一些国家，他们都会有这个国家的这个战略储备。我们之前跟大家讨论过，比如说像美国，他们就会有战略储备的油，对吧？战略储备的天然气之类的。那在东南亚国家很独特，因为我们是这个吃米的民族，所以我们会有战略储备的米。好，那于是呢，这日本政府说米那么贵，是不是我就开始这个释出我的战略储备的米，然后呢，让市场上多一点供给之后，那个米的价钱会下来哦。好，那当然了，这个释出了，好，释出呢，这个下来一点点，嘿，又上去了。2025年呢，你就看到了。从1月开始，然后陆陆续续到5月份啊，这个米价又再创新高，米价高得不得了，让大家就觉得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哦？你知道呢，在这个过去日本呢，他们的历史当中，他们有非常多政权被推翻，或者是像我刚刚提到江户时期，他们有非常多的这种地方上的一个领袖嘛，他们被推翻呢。都是因为没有办法解决米的问题，老百姓吃的问题。你首先让老百姓吃饱嘛，吃饱就没话说，对吧？吃饱再谈政策，我同不同意 ？OK 不 OK 嘛？结果呢，你连这个人民都不吃饱，那当然是站起来跟你起义啊。所以呢，这个过去的年代。到今天怎么历史还在重演？现在石破茂他的一个民调数字就因为白米问题啊直落，所以大家就说到底米出了什么问题？就觉得很荒谬。
现在我们先简单给大家数字看啊，其实你从一些供需数字看出来，过去呢，日本它的白米是100%的一个这个自给自足，因为他觉得米是一个国家立国根本，所以呢，这样的一个国民要吃的粮食一定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所以呢，他们对于这个外来进口的米课非常高的关税，他们会课778%的关税，那就是为了要确保所有日本人吃的都是日本种出来的米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到你自给自足那么高，那你当然要种的够多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日本的一个种米的一个农户啊，它其实是在锐减的，那当然跟时代的推进是很有关系哦。这个稻米的农夫呢，从1965年的大概有490万户，降到呢最新的2020年统计的只剩下70万户了，所以种米的人口种米的农户在减少，那你可能要挑战我啊。他说，那因为这个以前你可能要这个每个人这边自己插秧，对吧？现在你可以有大规模的一个农业机器啊，你不需要那么多农户。嘿，我同意，但是你只要种出来的一个量，你能够满足日本每一张嘴不就好了吗？于是乎，我们就要带您来看看日本政府啊，荒腔走板啊。这个日本政府，我们刚才讲很多是因为米的问题被推翻，我们就来看这个政府。他已经被推翻一个人了。好，我们来看到最近啊，大家都在挑战说，奇怪了，这个日本的米会不够吗？你说天候不好，种不出米吗？有这个米粮的这个欠收吗？没有啊，那为什么不够嘞？然后呢，日本这个政府就一个这个不长脑的就讲说，观光客太多，把我们日本的米都吃光了，还笑，你笑出来哦？这个人民看了气炸什么叫做观光客很多，把我的米都吃完？然后呢，日本政府啊，这个官员居然还出正式报告说，这个观光人口大增，导致了这个日本的一个这个米啊，这个消费量增加。然后他再提一个，他说呢，这个 COVID-19 之后啊，疫情之后，大家好不容易被这个隔离那么久，大家都要出门消费、逛街去，所以我就去外面吃餐厅啊，我就用的米就变多了。你就觉得一个政府好像不应该讲这种话，然后你还笑笑的讲，让那些买不到米或买很贵的米的这些人民老百姓听了就生气。还有更生气的，再继续问这个米的问题一直没解决，那之前那份报告大家已经不想说你了。然后最近呢，主管这个稻米种植的，他们有一个叫农林水产省。农林水产省的大臣啊，叫江藤拓这个人更荒谬。人家问他说：“这个米很贵啊，怎么解决？”他在那边嘻嘻哈哈，米很贵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家不买米，因为我这个米很多支持者都会送给我，我还可以拿出去卖嘞。你是怎么样啊？所以呢，这位江藤拓啊，当场讲，还嘿嘿哈哈哈在那边笑，然后大家觉得一点都不好笑。他第二天还说，这个怎么办？我只是讲了实话。第三天他就辞职了。你该不该下台嘛？你这个讲这种真是何不食肉糜的蠢话嘛，对吧？那你一个这个已经来到了你要主管稻米的问题，大家都那么辛苦的时候，你在讲这些风凉话，就很荒谬。好，那我们来看1918年呢，曾经。我们刚刚讲江户时代，你说那个好远以前，1918年，当年的政府就因为米的价钱太贵了，所以呢，引发了人民啊推翻了那个政府。所以现在这件事情，米的问题到底现在的我们看到石破茂政府，你要不要好好面对？好，于是呢，在这一群的这个荒腔走板之后，现在要来好好面对了。我们就来看，现在已经日本有非常多媒体开始认真、冷静，好好想想。我们的米出了什么问题？好，那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多历史的一个叠加上来的问题哦。好，首先先讲过去呢，日本希望他们的米要自给自足，对吧？于是呢，他们就说了，好，你一定要好好种。那你要好好种呢，他又不能说你们大家都去种米，那这些农户没有赚到钱也不行。所以呢，他们当时呢，他们就在这个全日本成立了一个农业的协同作业的一个单位，简称叫农协。农协做什么用呢？农协就是啊，他会去判断说，我们到底这个米啊会有多少的一个这个需求量，然后呢，他再告诉这个他所有的这些这农业的一个这个农户说，我们有这么多的需求量，然后大家都来种，但你们不要种的太多，因为你如果种太多，供过于求会怎么样？
就会减价，然后就会谷贱伤农啊。于是呢，它就发挥了一个这个调节、抑制大家产量的一个这个功能。好，那于是呢，他们就来种。但是问题啊，这个就是时代在演进当中，特别是二战之后啊，过去呢，你说我们那种农业社会啊，像台湾农业社会嘛，大家就是吃米吃饱的哦，菜就是一点点。但是后来大家的饮食比较西化了之后，你可能有非常多其他的一些饮食的营养来源，比如说你会多吃肉啊，以前很穷的时候你不会吃那么多肉嘛，你会吃菜啊，你有这个吃那个东西配，所以你的米饭的一个食用量就不会那么多。再加上二战之后，大家饮食西化，很多人开始这个吃面包。对吧？吃这个马铃薯，反正就吃很多有的没的其他的东西，所以呢，米饭的一个需求量也在锐减。于是呢，这个农协就挺身而出，说你不用种那么多，就是偶尔种就好，你就种个差不多，不要种太多，你种太多，你那个价格就会荡下来。于是呢，你知道日本政府他们还有一个补贴方案，就是如果你本来是种稻米的，那你要转种小麦，或者是你要转种其他的作物，他会给你补贴。那你不就是变相的在鼓励他们去种其他的作物吗？好，你要鼓励也行，但是你稻米要种的够多，不就是了吗？好，那后来呢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规定，大家种什么种什么这样的一个政策，慢慢的开始做调整了之后啊。这个农协它还是会肩负一个责任，那就是它会公布大概它预估下一年呢，这个稻米的一个这个需求量大概在多少，所以呢，你就赫然去发现，大家回推说，哎呀，你这个预测的不对啊！你就看到这个农协在2023年、2024年预测啊，根本就是预测失准。所以呢，他就说：“哦，你这个是在搞什么鬼啊？”他在2023年、2024年啊，他可能真的没有预估到观光客那么多，所以他就说他预测啊，这个每年可能的需求量大约是在680万吨左右。结果最终，这个食用量是到700多万吨哦，那你中间就有缺口。然后呢，他们最近居然还调查说都是中国害的，说关中国什么事？他就说啊，这个因为啊这个米荒啊，让这个米的价钱在节节高涨。结果呢，中国人就是商业头脑很厉害。哎呦，有利可图。于是呢，他就说很多这个中国人就开始啊大量囤积米。买很多米，然后还高价收购米，高价收购米回来了之后呢，我就留着。我就等到那个米的价格在蹭往上的时候，我再拿出来卖。所以他就说，中间好像有很多这种哄抬价格的一个米商人在那个地方，中间商在上下其手。但是呢，你说通通怪中国对吗？现在有很多日本的农民就讲啦，他讲说有人来愿意跟我高价买米，我为什么不卖他？因为呢，这些农协啊，他还肩负了一个收购这个米的一个像中间商的概念。他说，你知道这个农协有多黑心吗？我这个。举例，我60公斤的米种出来，我的这个成本在18500的日元，结果他用多少钱跟我买？我花了这么久时间，这边插秧啊、施肥干嘛？18500日元的一个成本，种60公斤米，他跟我买19000日元，合理吗？不合理吧？所以呢，这些农民还站出来说：“我就是要卖给中国商人，怎么样？你们这些黑心的日本商人给我买，你根本就是压低我的价钱，所以我要卖，我要活下去，我错了吗？反正现在啊，你看到这个日本为了米的问题，哦，天下大乱，也难怪你现在突然间一系回到江户时代，也难怪那个年代啊，真的为了米的价钱。”会推翻一个政府的。好，那我们就讲回来，除了这个米的问题，现在啊，这个日本政府伤脑筋之外啊，还要带您看的是，接下来日本还会面临到很多的问题。首先你要看它，这个通膨已经上来了，所以呢，日本央行一直希望它的一个利率要正常化。之前一直零利率或者负利率就不合理嘛。利率正常化什么意思？它要升息。升息呢？如果这个物价通膨率一直稳在那个地方，它要升息，什么时候要升息？升息当然接下来牵动的就是一连串投资版图的挪移。好，升息呢，现在大家预估说很可能7月份就会有下一步的动作，我们来观察。但是呢，接下来日本继升息之后还会面临到什么问题？现在赶快来告诉大家。首先，过去呢，在这个日本失落年代当中，有一套啊，这个稳赚不赔的交易啊，这个世界上聪明钱会这样做，像巴菲特总是这样做，借日本钱，因为他是
零利率或者负利率嘛，你借日元出来的成本很低嘛，所以我们就大举借日元啊，借日元干嘛呢？我就去买美国资产，我好保守哦，我就是赚那一点点套利的钱，我借了日元出来，我就简单丢在美国公债里，然后呢，我就每年就稳稳的，就美国公债殖利率嘛，我就收息，然后 cover 一下日元的一个成本，就这样子，我就套利出了这个3%、4%、5%，这个5%的这样的一个利率出来了，套这些这个利润出来了哦。好，那这都是过去行之有年，很简单，日元的一个套利公式，借日元去买美元资产。好了，那如果说日元现在要升息了呢？如果它要升息的话，哎，我的日元我借出来成本没那么便宜了，那我是不是势必我要卖掉我的美元资产，回头来还掉我的日元资产呢？还掉我日元的一个负债呢？所以呢，到时候你就等着瞧，如果日元开始升息的话，哎，可能美元资产会迎来一波的下跌，因为要通通钱要回来还掉它的日元负债，套利交易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好做，所以呢，可能会有一波投资版图的挪移。再来一个就是日本政府现在在讲的，因为他们也希望多筹一点钱哦，他在讲。哎，我们那个很多观光客啊，到了日本来买东西啊，然后呢都让他退税，他说这样合理吗？是不是只有买这个日本的农产品、农特产品我才让你免税呢？如果你在日本买这些名牌精品，我还让你退税，好像不合理吧？他们正在讨论，那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观光收入？我们不晓得。但是呢，如果他真的都不退税的话，直接他会进账很大一笔过去要退出去的一些退税额，据说一年可能是400、500亿这么多。好，那再来呢，我们就带您看到还有一个最重要的7月5号，该不会就是日本亡国那一天吧？不是有一个预言吗？7月5号会有一个超大地震，很可怕的灾难，恐怖死人的灾难啊！然后呢，会发生很严重的一个状况。你知道为了这个预言啊，日本啊，在7月5号那前后，它的一个观光旅行团居然是锐减了2成哎！而且呢，那个时候你如果要去日本玩，如果你胆子够大的话，你就那个时候去日本玩，因为都很便宜。好，但是呢，这7月5号到底会发生什么事，我们真的不晓得。距离7月5号还有一段时间，所以呢，就趁这段时间呢，这个想去玩的啦，或者是你对日本有什么想法的，赶快做一做。我们以后还会看到日本，不知道。好，那这个是今天帮大家准备的一个这个内容咯，这是最近日本遭遇到的一个多事之秋，还有未来很可能大家对于日本的投资要有什么样的挪移，我们就来看它什么时候升息了。希望您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我们下回见喽，拜拜。